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来自 Jordan Brand， 每年篮球爱好者最期待的年度鞋款 AJ40。全掌 Zoom Strobel 加上全掌 Zoom X 双重缓震科技，全皮质的鞋身，单支 42.5 码的重量，在450克左右。在现如今大家都在卷重量的年代，这一次的 AJ40 绝对可以算是一个异类。好在整体上脚之后的体感重量并不是特别重，没有到那种说穿上了完全打不了球的地步，但是实际的数值就放在这里。到了这个重量级啊，如果你的体力并不是特别好，那它多多少少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在实战方面的体验。AJ40 啊，在网上的风评真的非常差，但是谁让它是1年1度的 AJ 正代呢？就算它是一坨屎，我也得买回来闻闻它到底有多臭。那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，以及它究竟更加适合哪种类型的球员去进行选择？那接下来就跟着当子的节奏，一起来深度了解一下这一双 AJ40。在抓地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，外底不规则的纹路能够很好的应对各个方向的抓地，并且在有灰尘的场地上，它外底的止滑效果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下降。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下来，除了踩到地板上的汗水出现过打滑的情况之外，其他都没有碰到过脚底下失去抓地力的情况，并且这一代在耐磨方面的表现相比上一代有了大幅度的提升。虽然还是算不上特别耐磨，但是打室内的木地板绝对够用，不会像上一代一样，就算只是拿来打室内也坚持不了太久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拿这一双鞋用来打外场，我依旧不推荐。外底的纹路整体还是偏细偏软，外场肯定坚持不了太久。如果你买了这一双鞋，还是老老实实的用来打室内的木地板就好了。AJ40 的抗扭表现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虽然它在中底并没有放置任何的硬质板材作为球鞋的抗扭元件，但是它中底四周的这一圈橡胶材质的硬度非常高，会比它的外底橡胶硬度还要更高一些。而就是这一圈硬质橡胶的使用，很好的提升了整一双鞋的中底强度，不管做什么动作，脚底下的球鞋都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，这一点会比上一代要好不少，并且它前掌的弯折也非常的自如。不管是正常跑动、变向，亦或者是做一些交叉步动作，前掌的弯折都非常顺畅，完全不会绊脚，大家可以轻松驾驭。不过这一代的足弓支撑会明显有一些欠缺，上脚之后能明显感觉到足弓位置处的空旷。虽然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下来，并没有出现拉扯足弓的现象，但是对于需要一定足弓支撑的低足弓篮球爱好者们，这一点可能会是一个不小的缺点。而上一代饱受诟病的稳定性，在这一代身上算是得到了史诗级的加强。宽大的外底，全包围的中底，加上前掌这一个巨大的防侧扳脚，相信懂鞋的你一定不会担心它的防侧扳表现或者是稳定性水平。AJ40 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非常棒，对于大家的脚踝力量没有任何要求，完全没有任何的驾驭门槛，并且除了前掌的这一个防侧扳脚之外，你可以看到它其他的几个面依旧用的是这种全弧形的外底，所以在稳定的同时，它并没有损失掉太多的灵活性，稳定与灵活兼具。不管你想要的是稳定还是灵活，选择这一双鞋，你可以两者兼得。OK， 基础配置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在这一些方面，它的表现都非常不错，没什么特别明显的槽点。想要拿来打一些高强度的球局，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那至于它究竟是不是好穿，以及它究竟会更加适合哪种类型的球员去进行选择，我们还是得来看看它在风格化的处理方面做得怎么样。在脚型适配方面，这一次的 AJ40 跟上一代一样，用的依旧是一个正常偏宽的鞋楦，但是它在脚型的适配范围方面，明显会比39代要小了一些。虽然两者的鞋楦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但是正常脚型或者是窄脚的兄弟们穿上 AJ39， 它给到我们的包裹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。AJ39 可以通过鞋带来调整整一个鞋面的包裹锁定，但是这在40代身上完全行不通，因为鞋面的材质换成了这种有一定硬度的皮质材料，它的鞋带很难拉紧，即使尽可能的去拉紧它的鞋带，也达不到特别紧致的效果。而且在拉紧鞋带之后，你能明显感觉到在最后一组鞋带孔位置处会有非常明显的勒脚感。还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，AJ40 现有的配色当中，有的配色它的鞋头用的是漆皮，有的是稍微软一点的皮质材料，就像我手上的这个配色一样。
大家千万不要去选择漆皮鞋头的版本。我刚开始入手的配色是那个粉色的，因为能够便宜不少嘛。但是我拿到手之后，只是试穿了一下，就马上退掉了。第一点啊，是因为那个配色是真的太丑了，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鞋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一个磨脚趾的问题，穿上脚之后能明显感觉到鞋头材质非常硬，然后我们的脚趾关节会触碰到上面硬质的鞋面，如果穿着时间长了，会有很大的概率把我们的脚趾磨出水泡，这一点啊，大家必须要注意一下，好吧？而除了舒适度这个问题之外，它的动态锁定也并不是特别出色。虽然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或者是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，不会出现什么双脚在鞋内位移的情况，但是在做一些急停动作的时候，顶脚趾的问题啊，还是挺明显的。如果你在意这一点，建议还是不要考虑这一个鞋款了，好吧？当然，如果你是宽脚，那这一个问题啊，应该会有所缓解。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不分脚型的，那就是透气性。在这一双鞋身上，你看不到任何一个透气孔。冬天穿倒还行，如果到了夏天穿这一双鞋得有多热啊，我都不敢想象。那在鞋面部分，基本上就是这么几个问题，其他方面的表现它都非常棒。有一定硬度的皮质鞋面，加上球鞋侧面的硬质材料补强，鞋面强度非常出色。不管做什么动作，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。后跟处的鞋面啊，虽然并不是特别的硬，但是它很巧妙的在后跟处加了一块硬质的 TPU， 有效的提升了后跟处的支撑。在防守对抗或者是做一些转身动作的时候，后跟的鞋面能够一直很好的贴合住我们的双脚，也能提供给我们够用的支撑力度，非常棒。而它的中底跟上一代用了完全相同的配置，两者的脚感啊不分伯仲都非常出色，并且在反应性、场地感、缓震这三个方面，它们的体验也都非常相似，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区别。反应性非常棒，虽然中底啊有着顶级的脚感，但是在发力蹬地的时候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泄力感，即使你是比较依赖第一步爆发突破的球员，也完全不会觉得它肉。缓震自然不用多说，顶配的中底啊不可能在这一方面翻车，不管你对于缓震的要求有多高，它的缓震都能够让你满意。只要你想要的不是保底快靴，那 AJ40 或者是上一代的 AJ39都能够让你有不错的穿着体验。不过因为 AJ40 的中底外包材料啊会比39身上的更硬一些，鞋头的上翘幅度也明显会比39要低不少，所以它们在整一个中底的风格化倾向上是完全不同的。AJ39 是主打跑跳的鞋款，跑跳体验非常棒，而这一次的 AJ40 则会更加偏向于均衡，没有上一代来的那么的激进。当然它的中底过渡啊依旧非常出色，不管是正常跑动还是蓄力起跳，它的中底力传导都非常的丝滑，不会有任何一丝断层感。但是不管是滚动感还是跑跳时的中底推进感，在这一代身上你都感觉不到，这就是它跟 AJ39 在中底方面最大的差距。AJ40 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+，它并不难穿，起码没有网上说的那么难穿。当然啊，它也一定算不上顶级的实战好鞋，它有着顶级的中底脚感以及缓震，再加上不差的反应性。除了在鞋面方面的一些问题之外，其他各方面的表现也都还不错。如果你是宽脚，如果你对于球鞋的重量并不是特别在意，那这双鞋你可能会挺喜欢的。而且啊，网上风评越差，将来我们就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它，对吧？等它降到了600左右，你就说想不想就完事儿了。那哪种类型的球员会更加适合去选择这一个鞋款呢？其实这一次的 AJ40 是一个非常均衡的鞋款，除了只喜欢保底快靴的兄弟们之外，其他所有人都可以去选择它。那如果要让我把适配人群更加精进一些的话，宽脚且打法偏向于内线的球员，这一双鞋你一定会喜欢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，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来找到我，记得要点击关注哦，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